Hello， 大家好呀，这里是七家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那年我们第4章的故事。上一章我们说到，志雄为了重拍纪录片的事情找到阿雄和妍秀，然而两人都不同意这件事。妍秀为了工作能进行下去，将本应和阿雄的合作换成了一个叫做努雅的插画师。阿雄因为此事非常生气，为了报复妍秀，他决定伤敌1000自损800，同意参加重拍纪录片，并且为了逼迫妍秀参加，他和妍秀公司达成了合作。回到本章，妍秀在拍摄纪录片的时候闹了不少笑话，他和阿雄因为谁先追谁的问题争个不停。阿雄坚持说是妍秀先追的他，在他的记忆里，那是拍摄纪录片的最后一天，他们突然碰到了雷阵雨，只好躲进一个小亭子里，偏偏工作人员还有事情要忙，留下两人独处。看到妍秀似乎很冷，他很绅士地将自己的衣服给妍秀披上，气氛也变得微妙起来。当然，这都是阿雄的记忆。妍秀的记忆中，他们确实待在一个亭子不错，但是阿雄并没有那么大方。当时的他既想展现绅士的一面，又觉得很难为情。最后妍秀只好半推半就地披上了他的衣服。阿雄听此也来了脾气。那天他确实很奇怪，但最奇怪的还是妍秀。正当他想要说明情况时，突然发现该去工作了。不过两人虽然很不对付，至少有一点是相同的，他们都不想要将自己和对方交往的事情被志雄公开出去。时间来到几天前，妍秀和阿雄因为拍摄的事情各写了一份注意事项给志雄。对比起妍秀洋洋洒洒的规定，阿雄只有可怜的2条，大意就是不准打扰他的生活。妍秀其实不太看好这个纪录片，因为他生活中只有2点一线的上班和回家，他自己都觉得无聊。志雄则让他放心，只要两人不乱来，那么就没什么问题。很快，拍摄工作开始推进，阿雄的叔叔误以为还是在帮阿雄爸的餐厅拍宣传片，在现场闹了不少笑话。另一边，妍秀姐姐也知道了这件事，她正劝妍秀好马不吃回头草时，被身后出现的摄影人员吓了一跳。妍秀瞬间调整状态，在节目面前表现出一副优秀女青年的样子。就这样，两人的日常生活继续着，只是身边多了一台摄像机。几天过去后，两人也习惯了起来，只是这样平淡的生活确实没什么节目效果，这让志雄犯了愁。他们组只有他和彩兰2个人，少了节目企划，自然举步维艰。分数虽然表明会给他们找帮手，但是志雄仍然不放心，他决定先找阿雄和妍秀商量一下。此时的阿雄正在家里的客厅休息，他有个毛病，睡眠不仅非常浅，而且极易做梦，所以往往整个人处于半梦半醒的状态，这次也不例外。他貌似在自己家看到了妍秀，这让他以为自己又在做梦，于是抚摸起妍秀的脸，没想到这并不是幻觉。妍秀这次来是因为志雄通知他要商量事情，见志雄貌似还没到，阿雄带着妍秀到楼下的工作室看画。妍秀参观的时候注意到画册里的一幅画，他的神情顿时变得古怪起来，往事浮现。此时阿雄正在画这幅以学校为素材的画时，妍秀不小心碰到了他，为了道歉，他想用橡皮抹去痕迹，结果越抹越脏。阿雄以为他是故意的，又和他大闹一场。其实妍秀心里很愧疚，晚自习趁阿雄睡着后，他用涂改液抹去了痕迹。回到现在，阿雄抢过这张带有涂改液的画，装作忘了扔掉的样子。妍秀得了便宜还卖乖，称自己只是毁了一幅画而已。当时的阿雄就那么生气，没想到阿雄却表示他毁的不仅仅是一幅画，还有他的整个人生。话一出口，他就意识到有点太过分了。果然妍秀变得不开心起来。阿雄本想解释，但是不知为何，在面对妍秀时，他内心真实的想法到了嘴边都变成了相反的意思说了出来。两人闹得不可开交时，妍秀注意到志雄正在拍他们，正在气头上的他对志雄也没了好脸色。之后的会议，妍秀更是借口还有事直接离开了。阿雄心里也不舒服，匆匆离开了现场。这场会议还没开始就结束了，志雄只好让彩兰提前下班，送他回家时两人闲聊起来。到了目的地后，彩兰正想下车，一个男人突然从后座钻了出来。另一边，阿雄因为今天的事情连画画都没了兴致，他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说出那么过分的话。其实妍秀也和他一样，为今天说的话感到后悔，他本应该表现得洒脱一点，不和阿雄计较的。虽然烦心事很多，但是第2天还是要投入到工作中去。
严秀一方和张组长为了推进工作进行了会面。散会后，张组长提出几天后会有个开幕 party， 邀请严秀参加。见严秀答应下来，他拉着严秀去一旁单独聊天，这让其他同事们更加八卦起两人来。画面一转，弟弟正在家看电视，他突然注意到电视正在报道关于努雅插画师的采访。这时阿雄也从工作室出来，看到努雅后，阿雄不在意地走开了。不过没想到报道中的努雅突然提起抄袭的事情，大言不惭地称阿雄的作品是抄袭他的。弟弟气得就要找认识的记者为阿雄洗清罪名，不过阿雄的反应却很奇怪，他阻止了躁动的弟弟，看起来并不准备站出来澄清。不久后，严秀也得知了这一消息，不过一向和阿雄不对付的他，在这件事上非常相信阿雄。阿雄在他心中并不是能做出抄袭事情的人。弟弟和志雄都被阿雄赶了出去。弟弟通过阿雄奇怪的举动，觉得阿雄一定认识这个叫做努雅的插画师。其实志雄也觉得努雅看起来有点眼熟，百思不得其解的他们找上了阿雄爸爸，想要问个究竟。爸爸也不知道努雅是谁，不过他不经意间提到阿雄小时候有个很交好的朋友，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努雅暂时还不知道。告别了爸爸后，弟弟来到阿雄办公室，他想让阿雄将明天和张组长的会议往后拖一拖，毕竟抄袭风波闹得很大。阿雄则表示一切正常就好。不过当得知严秀并没有来找身为经纪人的弟弟商量时，阿雄显得有些低落。其实严秀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不在意，此时的他一个人在公司加班，而工作内容正是为阿雄的抄袭风波进行辩解。很快时间来到第二天，阿雄如约来到严秀公司的会议室，而严秀的组员们仍然在八卦。事到如今，他们觉得张组长一定是喜欢严秀。女组员想起自己还得布置会议室，于是提前离开，没想到差点一头撞上阿雄。原来阿雄从刚才开始就一直在听几人的谈话。不久后，会议如期展开，看着张组长和严秀动作亲密，阿雄不禁想起组员们说的话。这时张组长打断了他的思绪，问起他到底有没有抄袭。阿雄其实不太想回答这个问题，不过最后还是澄清了。张组长也没有多做怀疑，选择相信他。之后还邀请阿雄参加几天后的开幕派对，见阿雄还想拒绝，张组长表示严秀也会参加。果不其然，阿雄听此答应了下来。散会后，他打发走迟到的弟弟和一旁录像的志雄。原来他想要挑选参加派对时穿的衣服，没有参加过派对的他本想向严秀讨教经验，但是实在拉不下这个脸，所以跑去找女明星 NJ 讨教。NJ 喜出望外，这个冷漠的男人竟然主动邀请他一起购物。阿雄的解释也被他理解成了暧昧的意思。闹归闹， NJ 的办事能力还是很强的。一番挑选后，为阿雄找到了最适合他的搭配。等阿雄从商场出来后，天色已经黑了。他为了报答 NJ 给自己帮忙，请 NJ 一起吃饭。NJ 提起努雅的事情，他相信自己的眼光，阿雄并不是抄袭的那种人。阿雄听此心中一暖，两人以水代酒，喝了个痛快。此时的严秀也想告诉阿雄，他相信他没有抄袭，但是思来想去，还是没有将信息发送出去。第二天，阿雄准备前往开幕派对，只是一直找不到自己的车钥匙，而严秀也进行了精心的打扮。不久后，他来到派对现场，刚来他就后悔了。尴尬的他正准备离开时，一头撞到了阿雄的身上。看着阿雄这副模样，他也愣住了。这时张组长也来到这里，因为工作的事情拉着严秀离开了。阿雄告别严秀后，突然发现敬业的志雄竟然一路跟到了这里。志雄见阿雄只顾耍帅，于是带着摄影师去拍严秀。之后，一个让阿雄意想不到的人出现在了派对现场，这个人正是努雅。努雅见阿雄似乎不想见他，于是问起阿雄为什么不发布澄清声明。阿雄并不想理他，正准备离开时，他突然听到努雅嘴里蹦出一句合作愉快。原来张组长并不是只邀请了他，努雅也会参与店铺的现场作画，这让阿雄愣住了。他没想到张组长为了宣传效果竟然做出这种事。气愤的阿雄找上严秀，质问他是否一开始就知道。严秀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阿雄这才将努雅也会参加的事情说了出来。之后气头上的他再次向严秀说出伤人的话，毁掉他的人每次都是他。说完扬长而去。画面一转，来到两人校园采访最后那天，阿雄问起严秀，在最后一天的访谈中，他想说些什么。本以为严秀也会像以前一样，会指责他浪费他的时间，没想到严秀看着认真的阿雄表示，
他会说和阿雄在一起这么长时间还不错。他的笑容让阿雄心慌起来。妍秀反问起阿雄会说什么，阿雄说了一大堆妍秀的缺点，但是最后表示并不讨厌妍秀。妍秀也愣住了，他注意到阿雄不仅眼神奇怪，脸也很红，于是以为他感冒了，强制地将衣服还给了他。阿雄在妍秀亲密的举动下，兴许是真的发烧了，趁此向妍秀表了白。本章完。不得不说，阿雄突然答应了和努雅的合作，这让妍秀吃了一惊，他为什么突然改变了想法呢？好了，七家的解说就到这里了。关注七家不迷路，七家每天都会为大家带来最新的韩剧解说。动动小手给七家点个赞再走吧，我们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